弟兄姐妹们，我们来到加尔文的下半场。他从斯讨斯堡回到这日内瓦，接下来的日子是怎么样的呢？是不是凡事都顺利呢？其实不然其实不然。待我们来认识到底他回来了过后他遇到了什么问题，遇见了什么的挑战。当然，他回来过第一件事情做的是就是修改政府的规条记得吗？所以当时他离开的时候是和市政府有他的紧张的局势。当然这次回来了他要求这市政府管辖教会的权利呢缩小使到教会有这个自由来敬拜神。所以因此他也编写了教会的崇拜礼仪他也开始了有诗歌集甚至过后在1559年的时候，对不起，1559年的时候，他为了训练更多的传道人，他设立了一所有名的大学——日内瓦大学 （Geneva University）。这到了如今这所大学仍然在欧洲鼎鼎有名。这个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因为当时的日内瓦它不是一个大城市，它是一个小城市。人口只有1-2万人而已，1-2万人而已，所以要办一所大学，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工程。不过感谢主，这加尔文看到说，这所大学主要的目的是要来训练神的仆人，因为当时确实在欧洲不是很多地方你可以去修读神学，又可以得到好的基督教圣经的教育，所以就在日内瓦开始了。所以好一些学生，他们毕了业过后，他们回到这法国加尔文的母国，在那边做宣教士，甚至很多时候他们确实在法国为主寻道。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有一个校园的笑话，不过其实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他们的笑话是，我的毕业证书，也就是我的死亡证书。我的毕业证书也是我的死亡证书，因为确实很多毕业生他们成为了宣教士过后，他们的校长也确实为主寻道。每一个牧师、每个传道人都需要讲道，唯一不同的地方是我们的次数不同，所以加尔文的讲道次数并非一般传道人的次数。换句话说，如果你认识加尔文讲道的次数的话，真的是令人害怕惊讶。他大概每2周需要平均讲9堂道，几乎每一天在周日的时候，周一到周五的时候，他都在教会里头讲道。神给他很好的语言恩赐，属灵的悟性，非常节制、非常勤奋的一个态度来对待他自己的服事，大大的造就在日内瓦的信徒们。当那个时候整个欧洲，特别在法国那个地方遇见迫害的情况的时候，日内瓦其实变成了一个难民营，而教会的执事们就扮演了一个很极重要的角色为了这些手无分文的难民们来安顿他们下来。所以其中一个难民以后我们要来认识一位苏格兰的牧师，他的名字叫做约翰诺克斯 （John Knox）。记住他的名字因为我们确实以后就要来认识他。所以说了这么多我们来谈谈一个经常有时候听到的加尔文在服事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污点。这个污点和这个人物有关系，这个人物叫做瑟维特 （Servetus）。所以他其实是一个相当瞩目加尔文的人，所以他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他挺敬佩他的，所以他打算去日内瓦和加尔文较量。所以他也不过他对这个改革家相当的无理。这瑟维特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一个人，他觉得自己的眼光、自己的看见独一无二。甚至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基督教复兴》（Restitution of Christian Religion），听起来像谁的书
基督教要义 Institute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他为什么写这本书直接是来对抗加尔文的那本书。所以其实这个瑟维特还没有到日内瓦的时候，加尔文已经告诉他了，嘱咐他了，他说你千万不要来，因为其实瑟维特呢，他是一个反对三位一体教义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他把最核心的教义呢推翻了他觉得这个教义是错的，所以这是很危险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明白，当你走进中世纪或者改革时代的时候，在那个时代呢，他们看待异端，如果你改变了基督教最核心的道理的时候，如果你甚至你讲耶稣基督是个鬼，他不是人也不是神这是一个核心的道理。你知道在那个时代呢，他们看待这种道理好像看待瘟疫一样。今年是2022年，我们过去的这2年都在一个疫情当中，这个疫情人看到了都怕，所以很多时候不敢出门，出门的时候做了很多的防范，所以这就是当时的人看待异端的那个观念千万不能乱传不讨神喜悦的道理，不合乎圣经的道理。所以如果你真的这样做的话，我们要真的是好好的来处理你就好像如果我确诊了政府会怎么处理我呢？他会把我带到隔离室把我与群众隔离。可能5年后的人会觉得，哎呀，这个政府太残忍了，哪里可以不顾惜到我的精神我的精神健康？不过在这个时段呢，所有的人多数都认为这样是合理的因为我确实确诊了，我确实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我会影响很多人，对吗？所以同样的，在加尔文的时代，当你要传异端邪说的时候，你要知道当时的社会呢，看你有如瘟疫，有如病毒一样，所以必须斩草除根，后患无穷。这是他们的观念。所以瑟维特他知道的，他知道这日内瓦是一个保守派的城市，他知道日内瓦这个城市呢是不可以接受三位一体的教义是一个异端他知道说当他去日内瓦的时候他会面对危险，所以这加尔文告诉他说你最好不要来但是在当时有人要他过来，不是加尔文，而是加尔文在日内瓦市里头的敌人，他们希望借着这瑟维特来推翻、来摧毁这加尔文在日内瓦的势力谁知道这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这瑟维特到了日内瓦的时候，这日内瓦市的政府就把瑟维特抓起来开庭审问他。所以开庭审问的主控官就是加尔文，加尔文就开始盘问这瑟维特。瑟维特可惜的是，他是个愚昧人，他经常用谎言来遮盖自己的行为甚至不能证明自己为什么反三位一体的立场他还要愚昧到一个地步，他反过来控告加尔文，他要求市政府开庭审判加尔文这个异端，所以这是很荒谬的事情。他甚至要政府呢，要求加尔文给他个人做出赔偿和弥补，所以这是瑟维特的失败失败是不知道自己犯了这么大的一个错误，他不知道在最核心的教义上，他竟然否认了，他甚至在这个法庭的当中，他承认自己是一个重洗派。现在弟兄姐妹们，在耶加尔文的那个时代呢，重洗派等于是什么？重洗派等于是有如基督徒的恐怖分子，他为了真理呢，他不顾惜代价，他可以牺牲人的性命。所以当时的政府听到这瑟维特说我是一个重洗派，他们就立刻宣判这瑟维特一定要死，他们宣判死刑。这无知的瑟维特才发现，原来他死到临头了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听见宣判的时候，他立马在法庭里头喊叫说：“求饶啊，饶命啊 ，mercy mercy！” 加尔文也知道这次瑟维特难逃一命不过加尔文在那个时候，他知道他不能避免
这瑟韦特的死刑，因为他确实说了很多很多不该说的话。不过加尔文向他求情，向法官求情说，可不可以不要把他活活的烧死？可不可以用一个更减轻疼痛的方式的惩罚来解决他的性命？不过，这市政府拒绝了这个加尔文的要求。但是很多反对加尔文的人，现在反对加尔文的后来的人，摩登的人，他们不知道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的时候，很多时候在现今会如此的咬定这瑟韦特的死是加尔文害的。其实不然，加尔文不需要背这个黑锅，不需要背这个黑锅。加尔文的妻子呢去世过后，加尔文就不再婚了。可是当时他就缺乏人照顾他，他患上了肠胃的病，身体非常的虚弱，很多时候也无法阻止工作，所以他就在这样的一个痛苦当中继续服侍神，一直到1546年5月27号，加尔文当年才55岁。加尔文在当时呢就蒙主恩召回天家去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这么说，加尔文是一个为主鞠躬尽瘁的人，为主鞠躬尽瘁的人。我们为着这位弟兄，为着这位牧者来感谢神。他并不是一个冷冰冰讲知识搞理论的人，他其实是一个有人情味的学者。他和人来往的书信里头就有这样的一个看到。在我的家里头有一个系列，大概5本书，这5本书是翻译员把加尔文所有的书信呢都翻译成英文，所以在这些书信当中，你发现他是关心人的，他是在乎人的，他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机器。不过他对自己呢是非常严谨的，他来到神面前，他希望主看他为良善为忠心让我们一起的来向这位牧者这位忠心的传道人学习。